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佛号念得越勤，夜里的噩梦反而越多。明明白天老老实实持名，心也静了，家也顺了，可一闭眼，稀奇古怪的梦就找上门。有的人梦里总在没命的跑，身后那个人看不清脸，怎么甩也甩不掉。还有的人更奇怪，梦里都会回到同一座旧房子，同一条烂泥路，反反复复，仿佛在那儿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直没有办完。遇到这种事，好多老朋友心里就犯嘀咕了，我这佛是不是白念了？是不是我念错了？心不诚，才招来这些东西。我今天跟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遇到这种梦，那么要恭喜你了，这绝对不是佛号不管用了，更不是你走火入魔了，恰恰相反，这说明你的佛号开始起作用了，开始把你过去压在心底没看见的东西给照出来了。个做了一辈子生意的大老板，人非常精明干练，年轻的时候在商场上那也是雷厉风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到了晚年，生意交接给儿女了，自己退下来，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他听说打坐念经能养生，能让心清净，就开始跟着学，每天早晚按时按点地坐在那儿念，很虔诚。结果怎么着，才念了不到半个月，连着1个礼拜，天天夜里做同一个噩梦。梦见什么呢？梦见自己在一片黑漆漆的大树林子里跑，后面有一群影子死死地跟着他，那些影子没有脸也不出声，就是那样紧贴着他追。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感觉背上像压了1000斤重的石头，每次都是拼命挣扎着惊醒。醒来以后浑身是冷汗，连睡衣都湿透了。这个老爷子吓着了啊！你想想看，他当了一辈子老板，从来没怕过谁，现在天天晚上在梦里被人撵着跑，吓得半夜坐着喘粗气。他心里就想，我这是图什么呀？是不是我念经的方法不对，把自己念出毛病了？结果他干脆把经书一收，再也不敢碰了，心想只要我不念，这梦总该没了吧。其实啊，这个老爷子就是不懂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因果契机之理，他这一停算是错失了一个大好的化解旧障的机会。你们要晓得，佛法讲得很清楚，念佛它不是拿一块大石头把你的烦恼和恐惧硬压下去，而是把你的心一点点擦亮。我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有一间屋子10几年没打扫过了，门窗紧闭，里面黑咕隆咚的，你站在里面四下里一看，觉得挺干净的，对不对？因为黑嘛，什么灰尘你也看不见。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把窗户推开一道缝，让太阳光照进来，你再凑近看看那一束光里头，是不是密密麻麻全是上下翻飞的灰尘？这灰尘是太阳光带来的吗？当然不是，灰尘本来就在屋子里，只是一直在暗处，你眼睛看不见罢了，光一亮，它们才显出原形。我们人的心其实就是这间屋子。没念佛之前，你们白天都在忙些什么？忙着处理家长里短、恩怨是非，你的心一天到晚乱糟糟的，全被这些琐事填满了。就像那间没有光的屋子，那些藏在你心底深处的恐惧、亏欠，还有你过去有意无意结下的未了关系，都沉在最黑暗的地方。夜里就算做梦，也是乱七八糟的杂梦，醒来也就忘了。可是当你开始念佛了，情况就变了。佛号就像那一束照进黑屋子的阳光，你念着念着，散乱的心念慢慢被收拢了，心里的杂音小了，心安静下来了。这个时候，那些旧业的种子反而趁着你心门稍微打开的一点缝隙浮上来了。所以
我告诉你们，梦变多了，甚至有些吓人，这不等于你的业障突然变重了，更可能说明你过去的旧业开始从暗处走到明处了。这是好事啊！你不看见它，怎么去打扫它？怎么去化解它？现在你念佛了，心有了一点清净的通道，对方才有机会借着梦靠近你。但这里头我们必须要守住一个边界。我常常跟人家讲，修行不能疑神疑鬼，不是所有的噩梦都是冤亲债主上门，也不是你只要梦见死去的亲戚就代表对方来讨债了。梦这个东西只是个表象，真正需要你去辨认的不是这个梦有多吓人，而是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它为什么要反复出现。要是连梦的来处都分不清，那就麻烦了。分不清，你就会把普通的梦当成是结束，吓得自己寝食难安，也可能会把人家真正来求助来提醒的因果梦当成是自己胡思乱想，错过了化解的良机。所以要想把心里的疙瘩解开，首先得把梦的底细摸透。怎么摸透呢？咱们老祖宗早就给我们总结好了，人这辈子做的梦啊，千奇百怪，但归结起来大概也就是4个来处。我先讲第一个，叫做身体所感形成的梦。你们要晓得，我们人的精神是寄托在这个肉身上的。老祖宗讲气机，那是大有学问的。人到了晚年，五脏的功能慢慢衰退，气血运行的不如年轻时候那么顺畅了，稍微有点风吹草动，身体的微细变化就会在梦里显现出来。打个比方，冬天晚上睡觉，被子没盖严实，脚底板受了凉，寒气一往上走，你可能就会梦见自己掉进了冰窟窿里，或者梦见在下着大雨的泥地里跋涉，满身是水。反过来，如果是夏天，房间里太闷热，或者你本身肝火旺，心火重，你在梦里往往就会看到火，梦见房子着火了，或者自己在一个大火炉旁边烤得难受。如果身体哪个地方有慢性的疼痛，比如老寒腿啊，腰间盘突出啊，平时白天你注意力被别的事情分散了，觉得还能忍受，可到了夜里，神识一收摄，那种疼痛的信号就会被放大，你可能就会梦见被人追着打，或者梦见自己从楼梯上摔下来，摔伤了腿。这种因为身体气血不调，阴阳不平衡引起的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梦里面的场景乱七八糟，一会儿在东，一会儿在西，乱得很，而且你醒过来以后，身体不舒服的感觉特别明显，要么觉得特别累，要么觉得口干舌燥，要么觉得心慌气短。好多老朋友遇到这种梦，吓得满天神佛地乱求，以为是鬼压床，或者觉得是什么脏东西来作祟了，其实根本不是，这就是你四大不调，身体在给你拉警报。你这个时候最该干什么？不是去找人画符，而是去调整你的作息。你把身体调顺了，气机一通畅，这种乱七八糟的噩梦自然就没了。如果把这种身体的生理反应全都当成外面的邪魔外道，那是自己吓自己，最后好端端的人也会被吓出病来。除了身体的影响，我们再来讲第二种，也就是白天缠念形成的梦。俗话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是大家往往认识不到自己白天的心思有多重。我们这个心啊，就像水面，白天风大，吹得波浪翻滚，你看什么都不清楚。到了夜里，风停了，水面静下来了，白天落进水里的那些杂质倒影就全都浮现出来了。你想想看，你白天看了个吓人的电视新闻，或者听街坊邻居说谁家老头突然心梗走了，你当时听的时候哎呦了一声，
觉得害怕。虽然你马上转头去干别的事了，但那个恐惧的阴影留在了识海里。晚上你一闭眼，可能就会梦见灾难，梦见生离死别，特别是当长辈的，整天操心儿女，白天担心孙子考试考不好，担心儿子开车不安全，这种牵挂和焦虑，到了夜里就会重新排列组合，变成梦里各种各样让你心惊肉跳的场景。这时候很多人就要问了，你说的对，可是我以前不念佛的时候，这种梦也不多啊，怎么我一念佛，反而把白天说错的一句话，生的一点小气，全在夜里梦得清清楚楚的，甚至连人家哭的脸我都看见了呢。诸位要记住，佛法讲得很清楚，念佛绝对不是让你变成一块石头一块木头，让你失去感觉，恰恰相反，一句佛号念下去，是让你浑浊的心水变得澄澈，让你的心变得无比敏锐。过去你没修行的时候，你的心是粗糙的，白天起了一个恶念，或者在背后说了别人一句恶毒的话，你根本察觉不到自己做错了，觉得理所当然。可是念佛以后，你的心变干净了，白纸上落了一滴墨，你一眼就能看出来。那些你白天忽视掉的细微情绪波动，无论是后悔委屈，还是对别人的亏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全都会被你那颗敏锐的心识捕捉得一清二楚。所以即使只是这种普通的白天残念造成的杂梦，它变清楚了，也是在给你提个醒。提醒你什么？提醒你光在嘴皮子上念佛是不够的，如果白天你的心行没有改变，还是到处计较，看谁都不顺眼，遇到点事就着急上火，那你哪怕一天念几万声佛号，夜里的心依旧不会安稳。你在佛前求清净，转身在生活里又去制造杂乱，心怎么可能不打架呢？这前两种梦说白了都是身心的回升，只要你稍微调整一下饮食起居，少操点闲心，白天把情绪放平稳一点，不要去沾惹那些烦恼是非，这种梦跟着就会慢慢变淡，甚至自己就消失了。它们是虚幻的，就像水泡一样，一戳就破，找不到一个明确的亏欠对象。可是最让人揪心的，真正让人害怕的，往往是接下来的情况。有些梦，你不管怎么调理身体，不管怎么放松心情，不管白天怎么不去想，它就是不走。无论你生活怎么变，它就像认准了门一样，一遍又一遍地回来找你。而且梦里的那个人，你可能在现实中一辈子都没见过，但梦里只要一看见他，你的心里就会生出一种排山倒海的恐惧，或者一种怎么也填不满的悲伤和亏欠。我告诉你们，如果遇到这种梦，那性质就完全变了，这已经绝对不是普通的气血不调，或者白天胡思乱想能够解释得通得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在这个看似虚幻的梦境背后，有一段真正没有结清的因果正在向你招手。这就是我要跟你们讲的第三种梦，老祖宗把它叫做外缘相感。什么叫外缘？你们要晓得，你这辈子甚至过去的生生世世跟无数的生命产生过交集，这其中有善缘，别人帮过你，你也感恩人家，但也有恶缘，你亏欠过别人，伤害过别人，甚至你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别人逼到了绝路上，这就叫结了怨。这些曾经被你伤害过的众生，或者跟你有一笔烂账没算清的人，就是你的冤亲债主。他们平时在哪呢？就在你的因果本质上记着呢。平时你白天阳气旺盛，满脑子都是赚钱，家长里短，杂念纷飞，就像一个闹市乱哄哄的，这种因果的感应很难挤进你的脑子里。
可是到了夜里，身体安静下来了，特别是你念佛以后，心识慢慢收摄了，心中的杂音变小了，你这边的频率一干净，那些跟你牵连极深的怨结终于找到了通道，这才能借着梦境跨过阴阳靠近你。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未必能在梦里像我们平时聊天一样把话跟你说得清清楚楚，他们只能通过反复出现的一个人、一件东西、一个地点，或者一种让你喘不过气来的情绪来向你传达一个信息。咱们俩这笔账还没完。大家都知道唐太宗李世民那是一代英主，威风八面吧，可是当年发生过一件著名的泾河龙王索命的事。当时泾河龙王犯了天条，要被当朝的大臣魏征在梦中斩首。龙王害怕，跑到唐太宗的梦里，苦苦哀求皇帝救他一命。唐太宗当时心一软，满口答应了，说你放心，魏征是我的臣子，我明天把他留在身边，不让他睡觉，他就斩不了你。第二天，唐太宗果然把魏征叫来下棋，谁知道下着下着，魏征实在太困，趴在棋盘上打了个盹。就在这打盹的功夫，魏征的神识出窍，在梦里把泾河龙王给斩了，这下子闯了大祸了。龙王觉得冤枉啊，更恨唐太宗言而无信。到了晚上，唐太宗刚一闭眼，一阵阴风吹过，泾河龙王的怨魂就出现在梦里。他死死抓着唐太宗的龙袍，哭喊着逼问，你为什么骗我？你答应过要救我的，你还我命来。那股子怨气和绝望压得唐太宗在龙床上冷汗直冒，连连惊呼救命。从那以后，唐太宗夜夜做这个噩梦，被折腾得心神不宁，连早朝都上不了了。皇帝害怕怎么办呢？他就下令让当时最勇猛的2员大将秦琼和尉迟恭全副武装，晚上站在寝宫门外守夜。这2位大将军杀气重，威风凛凛。嘿，你别说，有他们在门外守着，头几天那龙王确实进不了寝宫，皇帝也勉强睡了几天安稳觉。可是外面的大将能挡得住门？能挡得住因果吗？挡不住的。那笔承诺不兑现，导致生灵丧命的账实实在在地记在李世民的因果簿上，靠武力，靠守门，只能镇压一时，根本化解不了怨结。最后皇帝的身体还是垮了，甚至自己也到鬼门关走了一遭，直到后来大方法会超度怨魂，这笔业债才算勉强平息。你们想想看，连皇帝的九五之尊，连千古名将的威风都挡不住业力的感应。我们普通老百姓如果欠了别人的债，你以为能跑得掉吗？佛法讲得很清楚，除了外面来的冤亲债主，还有第4种梦，叫作业缘反复。这种梦里不一定有外面的人来找你，它可能是你自己过去造下的恶业，在你的心里形成了一个死结。你心里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但你不敢面对，拼命压抑。念佛以后，这个被封死的结松动了，所以你会反反复复做同一种奇怪的梦。比如你总在梦里满世界找一个人，怎么找也找不到，急得大哭。或者你总是走到同一座老房子门前，徘徊来徘徊去，心里害怕，就是不敢推门进去。这根本不是普通梦境的凌乱，而是一笔没结清的账，在你的潜意识里不断地寻找出口。那么怎么判断你做的梦境的凌乱到底是普通的杂梦，还是这种真正需要留心的业缘梦呢？我告诉你们，有3个极其关键的记号，你自己对照这3点一看，心里就有数了。第一个记号，它具有非常稳定的重复性，
普通的噩梦，今天梦见老虎，明天梦见掉悬崖，每次都不一样，但是业缘引发的梦，今天梦见到悬崖，就像是被卡住的磁带，它往往围绕着一个固定的人物，一个固定的地点，甚至一个固定的动作反复播放。你不要去数这个梦做过几次，真正要紧的是你要问问自己，这个梦是不是始终在向你展示同一件没有完成的事。第二个记号，梦里有一种难以解释的熟悉感。有些人在梦里见到的那个人，在现实生活里明明连面都没见过，可是梦里一打照面，你甚至连对方的脸都没看清，眼泪唰的就掉下来了，你心里会涌起一股巨大的无法抗拒的亏欠感。这种感觉绝对不是你看了一场电影能看出来的，这说明你们俩之间有一段被时间封住的关系，借着梦境突然裂开了一道缝。虽然不能单凭一次梦就断定是前世的因缘，但如果这种深切的熟悉感长期伴随着你，那你真得好好回头查一查自己这辈子的所作所为了。第三个记号，也是最有分量的一个判断标准，这个梦会真真切切地回应你在现实中的改变。这是因果梦跟普通梦最大的区别。如果你做了这种梦，你心里害怕，你到处求神拜佛想把对方赶走，你想用外力去镇压，你会发现这个梦不但不会消失，反而梦里的那个人追你追得更紧了，情绪更凶了。为什么？因为你不认账啊。但是当你真正明白了因果，你开始在现实里诚心诚意的忏悔，你停止了那些伤害别人的行为，你开始把欠的东西还回去，并且把你念佛的功德真心实意的定向回向给梦里那个人，你会发现奇迹出现了。梦里那个一直疯狂追赶你的人脚步慢下来了，那个一直在梦里背对着你哭泣的人终于转过身愿意开口说话了，那扇你永远不敢推开的门自己打开了，或者对方只是静静的远远看了你一眼，转身走进了光里，再也没有出现过。你们要晓得，梦境里的态度发生变化，不等于你所有的债就已经全部还清了，但这清清楚楚地说明你们双方僵持了那么久的因果死结终于开始松动了。对方收到了你的歉意，收到了你的善念，能把这种业缘梦认出来，只是你跨过的第一道门槛。更要命的问题在后面，梦里那个人或者那股怨气千方百计的来找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他要讨的绝对不仅仅是你烧的几炷香，念的几段经，他真正死死盯着不放的，往往是你现实生活里一直遮遮掩掩，迟迟不肯面对的那几笔陈年旧账。你们要晓得，梦境再怎么离奇，它最终都要折射到你现实的因果里头。很多人一做这种讨债的梦，第一反应是什么？赶紧去十字路口烧纸，或者花钱请人做法。做这些有没有用？有一点用，但往往不能断根。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找到现实里对应的那笔烂账。有个60多岁的阿姨，前几年她亲妹妹的疾病走了，打那以后，这阿姨只要一念佛，一睡觉就反复做一个梦。梦见什么呢？梦见她那个死去的妹妹站在一口干枯的石头井旁边，嘴唇干得全是裂口，冲着她直伸出手，哑着嗓子喊：姐，我渴啊，给我口水喝。这阿姨每次在梦里急得团团转，想跑去给妹妹打水，可是怎么跑也跑不到那口干井边，最后急得满身大汗的惊醒。醒来以后心里那个难受啊，坐在床上直掉眼泪。他就以为妹妹在下面过得苦，缺钱花，
于是他开始大把大把的烧纸钱，砸纸房子，甚至花大价钱请人去做法事。可是奇怪了，不管他怎么烧，哪怕白天刚烧完一座金山，晚上闭上眼睛，妹妹还是站在那个干枯的井边，还在那儿讨水喝。折腾了几个月，这阿姨实在受不了了，人都瘦了一大圈。后来遇到个明白人，听了她的梦，一语道破，问她：你仔细想想，你妹妹临走前有没有什么东西留在你手里，你没按她的心愿去办？这句话一出来，这阿姨扑通一下就跪在地上了，捂着脸嚎啕大哭。真相是什么呢？原来她妹妹在医院临终前塞给她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妹妹当年出嫁时的一条金项链。妹妹拉着她的手，千叮咛万嘱咐：姐，我这辈子没攒下什么钱，就这点念想，等我闺女将来结婚的时候，你替我把这条项链亲手给她戴上。阿姨当时满口答应了，可是妹妹走后，她看着那条沉甸甸的金项链，起了贪念，心想反正当时病房里没人看见，外甥女也不知道这回事，干脆自己偷偷留下算了。你们想想看，这叫什么？这就是背信弃义，贪人财物啊！你在这边贪了人家的真金白银，吞了人家留给亲生骨肉的遗愿，你晚上想拿几万块钱的阴司纸去把人家打发走，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因果能这么算吗？妹妹在梦里讨的哪里是水，她讨的是那份没被兑现的承诺，讨的是那条没有交到女儿手里的金项链。那口干枯的井是这阿姨心里干涸的良知啊！后来这阿姨痛哭流涕，老老实实把项链拿出来交给了外甥女，把当年的事一五一十说了，当着外甥女的面跪下给妹妹的灵位磕头认错。当天晚上她又做梦了，这一次梦里那口干井里涌出了清泉，妹妹喝了水，脸色红润了，冲她笑了笑，一转身就不见了。从那以后，这个噩梦彻底断了根。所以我告诉你们，梦里的人反复出现，现实里往往藏着3笔未结的账。这阿姨犯的就是第一笔账，财务与承诺之债。这个道理很简单，不管是欠钱不还，还是你答应了要照顾谁，最后却中途反悔了，甚至是你利用别人的信任给自己捞了好处，这些全都是这笔账里的东西。你不要以为事情过去几十年了，当事人死了或者搬走了，这事就算结了。在老祖宗的因果账本上从来没有过期作废这4个字，只要这笔财物没归正，这份承诺没兑现，你心里的那个死结就在念佛心一静，这个结就会在梦里死死地勒住你脖子。除了财物，还有第2笔账，那叫口业与情感之债。佛法讲得很清楚，口业如刀啊！有些老人家年轻的时候脾气大，嘴巴不饶人，你仔细回想一下，你有没有在众人面前用极其恶毒的话去羞辱过一个老实人？有没有故意去揭人家的伤疤，把人家拼命想掩盖的隐私拿出来当笑话讲？有没有因为一己私愤造谣生事，毁了别人的清白和前程？你们要晓得，钱欠了多少还能算个实数，还能还得起。可是口业和情感上的伤害最难偿还，被你伤害的那个人可能当时被你骂得抬不起头，甚至因此抑郁生病，半辈子抬不起头做人。哪怕他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可是他心里那股被你羞辱的怨气，还有你自己造恶时那股狠毒的念头，并没有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消失。等你老了，阳气弱了，
或者你一念佛心清净了，那些当年被你伤害的场景就会像老电影一样，在你的梦里一遍一遍的回放。你在梦里可能会被人指着鼻子骂，被人按在烂泥里踩，觉得万分委屈，其实那就是当年你施加给别人的痛苦，现在原封不动地还到了你自己的心事上。第三笔账那就更沉重了，叫杀生害命之债。有些老人家念佛以后总是做一些没有具体人物的噩梦，要么梦见自己被一群看不清模样的动物死死围住，或者总是在黑暗里听见凄厉的惨叫声。遇到这种梦，你先不要急着去算命看风水，你先自己查查自己大半辈子的生活习惯，你是不是以前做过一些伤害其他生灵的事？我告诉你们，众生皆有灵性，谁不贪生怕死？你伤害他们，他在痛苦挣扎中死去的，那个巨大的恐惧和怨恨全都会死死地挂在你的因果场里。这种由杀业结成的命债在梦里显现出来，往往是最压抑、最让人喘不过气的。它不是一个灾难的预言，而是你过去残忍对待生命的痕迹正在向你索要那一丝早该有的慈悲。认清了这三笔账，你才算找到了噩梦的病根。可是知道了病根，很多人抓药的时候却完全抓错了，不仅没把病治好，反而吃错了药，把原本可以解开的怨结越结越深。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呢？第一件做错的事，就是因为害怕，连佛号都不敢念了。好多老人家一做到刚才我说的那3种讨债的梦，吓得连滚带爬的爬起来，赶紧把佛珠往抽屉里一塞，佛经也拿红布包起来，塞到柜子最底下。他们心里怎么想的呢？哎呀，我不念佛的时候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怎么一念佛就招来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这肯定是我修偏了，或者这句佛号不管用，招鬼了，我可绝对不敢再碰了。你们要晓得，这是最愚痴的想法。我刚才讲过那个暗屋子点灯的道理，佛号是那一束照破黑暗的光，屋子里的灰尘早就满天飞了，只是你以前瞎看见，现在灯亮了，你看见灰尘了，你第一反应不是去打扫，而是赶紧把灯关掉，闭上眼睛假装灰尘不存在。你骗谁呢？你能骗得过因果吗？你这一停下念佛，心识又重新回到了那种散乱浑浊的状态，心门再次紧紧关上。表面上看，这几天确实不做那个噩梦了，你还挺得意，觉得自己躲过一劫。可是我告诉你们，那笔旧业并没有因为你不念佛就消失了，它只是重新沉到了你心底最深最暗的地方。这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你在它刚露出个引线的时候把它埋起来，等将来有一天你生一场大病，或者到了临命终时，阳气一弱，这些平时被你压住的冤亲债主就会新账旧账一起算，瞬间全部爆发出来。到那个时候，你连个念佛求佛的清净心都提不起来，那才是真正可怕的死局。所以噩梦现前，千万别停下，这正是因缘浮出水面，给你机会去化解的时候啊。这第二件大错特错的事，就是一天到晚疑神疑鬼，到处找人算命解梦。人啊，遇到不明白的吓人的事，第一反应就是向外求，今天去找个算命的算一卦，明天去问个神婆解个梦。你把梦里的场景添油加醋的一说，那些人为了赚钱，或者为了显示自己高明，往往顺着你的恐惧往下说，哎呀，大妈，你这个梦不好啊，这是你命里犯了凶煞，
你某年某月某日有个大血光之灾啊，或者说这是个东西缠着你不破解要出人命的，你这一听吓得魂飞魄散，回到家以后坐立不安，连吃饭都觉得喉咙里卡着石头。佛法讲得很清楚，万法唯心造，你心里一害怕，这股恐惧的能量就成了喂养噩梦最好的养料。人的心念是有极其强大的牵引力的，你越是死死盯着那个恐惧，越是整天琢磨他是不是今晚又要来害我，你这就等于是向对方发出了一个强烈的邀请，结果就是原本可能只是你身体不舒服引起的一个普通杂梦，硬生生被你强大的恐惧心放大成了一部连续剧一样的噩梦。你越怕，梦里的景象就越凶，梦越凶，你白天就越怕，这叫恶性循环，自己把自己给绕死在里面。真正有智慧的人做这种梦醒来，不去问他哪天来害我，也不去推算什么灾期，而是立刻反光内照去问自己，我到底在这辈子或者过去哪里做错了，我欠了谁？这个梦在指向我生活里的哪一段没有接清的关系？你不找自己的心去外面求神问卜，那叫南辕北辙。第三件事，也是最致命最伤天害理的一件事，就是把冤亲债主当成了不共戴天的死仇，一心想着怎么把人家赶走镇压住，却从来不肯低头偿还。我告诉你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词，每一个字都是大有学问的。冤亲债主，为什么里面有个亲字？哪怕是今天在梦里拿刀追你掐你脖子的人，在过去生中，甚至就在这辈子，你们也曾经是有过交集有过缘分的。他今天之所以变成了冤，变成了债主，就是因为你过去做错了事，让他吃了大亏，受了大苦，甚至是丢了性命。对方在阴暗的角落里抱着那股巨大的怨气和痛苦，可能等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来找你。现在好不容易你念佛了，心门开了一道缝，他借着因缘靠近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向你要个公道，是为了让你承认你当年做错了。可是你呢？你一看他来了，不但不反省不认账，反而心里生出的是极度的厌恶恐惧，甚至是仇恨。你赶紧到处托关系，花大价钱找那些所谓的法师高人，想求一道镇妖符，或者做一场法事，非要把人家死死镇压住，让他永远别来烦你。你想想看，你这叫什么行为？这就好比你欠了人家10万块钱，人家现在拿着你当年亲手写的借条上门来讨债，你呢，不仅赖账不还，还花大价钱雇了几个膀大腰圆的打手，把债主按在地上毒打一顿，然后把人家扔出门外，赶紧换上了防盗门。你坐在屋里，觉得外面没声音了，安全了。可是这笔账真的结了吗？人家心里的怨恨是不是更深了？原本只是想要回那一笔被你贪没的财物，或者要你一句迟来的对不起，现在呢，新仇加上旧恨，这就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死仇啊！你只想着换锁，从来不打算清账，天底下哪有这么不讲理的因果？等到哪一天外在的镇压力量撤了，或者你自己老了病了，运气衰败了，那股被你压抑到极点的怨气一旦冲破束缚爆发出来，反噬到你身上，那就是排山倒海要命的灾祸。所以啊，遇到这种讨债的梦，逃避不行，害怕不行，硬碰硬更不行。化解冤结绝对不是让你向恐惧屈服，任由噩梦控制你的生活，但化解也绝对不是让你去和因果对抗。真正的化解
是承认这个恶因是我自己种下的，那么转机也必须从我自己的心念和行为开始。一味的念佛求保佑是压不住恐惧的，要想让这段纠缠不休的怨结真正松开，让梦里的场景由追讨变成和解，对方必须从你的身上看到3种真真切切的改变。哪3种改变呢？我告诉你们，这第一道改变就是要敲碎你心里那块又冷又硬的石头，学会真诚的认账低头。我们老祖宗把这叫做真诚忏悔。很多人不懂什么叫忏悔，以为跑到菩萨面前磕几个头，嘴里念叨一句我过去不懂事，请冤亲债主原谅我，这就完了。你这哪里是忏悔，你这是在走过场，是在敷衍了事。你连自己到底欠了谁，在哪里做错了，为了什么贪心伤害了人家，你都不敢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人家凭什么原谅你？为了把这个认账低头的道理讲透，我给你们讲一段唐代高僧的故事。在唐朝的时候，印度有一位极其了不起的高僧，叫戒贤法师。这位老法师那真是德高望重，修为极高。可是到了晚年100多岁的时候，他突然得了一种怪病。这病有多怪呢？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是疼的。老法师疼得整夜睡不着觉，冷汗把身衣都湿透了，只能在黑夜里痛苦地低声呻吟。你想想看，这么一位修行了一辈子的大德，晚年却遭受这种活地狱般的折磨，普通人早就崩溃了。戒贤法师疼到最后实在熬不住了，他心里生出了一个念头，我这具肉身太痛苦了，我干脆绝世求去吧，早点离开这个痛苦的躯壳算了。就在他决定绝食的那个晚上，他在昏沉中做了一个梦，梦里金光一闪，走出来3位极其庄严的菩萨。菩萨看着他，不仅没有顺着他的心意接他走，反而非常严厉地呵斥他，你以为你绝食就能逃得掉吗？你现在的痛苦根本不是普通的病，你过去生中曾经做过一国的国王，你为了自己享乐，为了扩张地盘发动战争，残害了无数无辜的老百姓，那么多人在你手底下家破人亡，受尽苦楚，现在这笔庞大的业债找上门来了，你不想着怎么去化解，反而想一死了之，逃避责任，你逃得掉吗？戒贤法师在梦里听到这番话，如同当头挨了一记闷棍，浑身的冷汗瞬间就冒出来了。他一下子全明白了，扑通一声在梦中跪倒在地，痛哭流涕，把心里那股我不想受苦，我想逃跑的执念彻底放下了。菩萨看他真正低头认了账，语气才缓和下来，告诉他，你不能死，你必须忍受住这种痛苦，把这份业报扛下来。不仅要扛，你还要把你这一生的学问传授给一个不久后从东土大唐来求法的和尚。等你把法传下去了，用这份宏大的功德回向，你过去生中造下的业结才能真正勾销。醒来以后，戒贤法师再也不提绝食的事了，他咬着牙坦然地承受着每一次剧痛，心里没有半点怨言，只有深深的歉意。就这么熬了3年，终于等到了从大唐历经千辛万苦走来的玄奘法师。后来戒贤法师把毕生所学倾囊相授，完成使命后，他身上的怪病竟然不治而愈，最后安详圆寂。你们仔细体会一下这个故事，戒贤法师这么高的修行，遇到救灾上门，第一反应尚且是想要逃避，何况是我们普通人。你们要晓得，怨结之所以能纠缠几十年甚至几辈子，根本原因就2个，一个是伤害别人的那一方死鸭子嘴硬，坚决不认错；
另一个是受苦的那一方，满腔委屈，死活不甘心。只要你的心还是坚硬的，觉得我没错，我都念佛了，你凭什么还来缠着我？这个死结就永远打不开。真正有效的忏悔是把那块坚硬的自我给敲碎，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跪在佛前，或者就坐在床头，实实在在的把过去造的恶业说出来。你要在心里明明白白的认下，我当年因为贪图那几万块钱，吞了属于你的家产，是我自私，我错了。我当年因为嫉妒，在背后造谣毁了你的名声，让你痛不欲生，是我嘴太毒，是我没良心，我错了。当你真正低下头，眼泪流下来，心里那股傲慢和抗拒完全瓦解的那一瞬间，因果的坚冰就裂开了一道缝，对方在暗处感受到了你这一念真诚的悔意，他那股怨气才会开始松动，把第一层这块硬石头敲碎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光动嘴皮子说对不起行不行？我告诉你，绝对不行。这就引出了化解怨结的第二道转变。慈悲必须成为实实在在的现实行动。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把人家的腿打断了，跑过去鞠个躬，说句对不起，然后就走人，人家能原谅你吗？你还得送人家去医院，还得赔人家医药费呀。很多人念佛回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今天念了1000声佛号，我都回向给你了，这功德够大了吧？你拿了功德赶紧走，别再来烦我了。你这不是在化解怨结，你这是像打发叫花子一样在扔零钱。对方缺的真的是你那1000声佛号吗？他看重的是你有没有弥补过错的诚意。如果那个总是缠着你的梦，是因为你当年亏欠了亲戚的财物，那你就必须在现实中想方设法的去把钱还上，哪怕对方已经不在了，你可以以他的名义把这笔钱捐给看不起病的老人，捐给需要帮助的孤儿，把这个善举实打实地回向给他。如果你梦见的是自己当年抛弃的伤害过的人，或者是你曾经伤害的动物，那你就从当下这一刻起停止一切伤害生命的恶习。你不仅不能再杀生，你还要去护生。你看到路边流浪的小猫小狗，你去喂一口饭。你看到身边的人生病受苦，你尽力去搭把手。这不是让你拿一件毫不相干的好事去掩盖你过去的丑事，而是你要用行动让那个躲在暗处的债主看到，曾经那个自私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人现在真的变了，他已经开始停止制造新的伤害，开始用慈悲心去对待这个世界了。只有当你的行动配得上你的忏悔时，梦里的那只来讨债的手才会慢慢放下去。做到了认账，做到了弥补，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还没有。还有最关键也是最难的第3道转变，以智慧关照，管住自己的起心动念，绝对不再制造新的敌人。佛法讲得很清楚，修行不是做买卖，不是说你今天把旧账还清了，明天又可以继续去借新债。有些老人家真的很糊涂，他昨天晚上做了个噩梦，吓得半死，今天白天赶紧去放生，去印经书，把功德回向给过去的冤亲债主。结果刚回到家，一进门看到儿媳妇没把地扫干净，或者看到老伴饭做晚了，立马火冒三丈，破口大骂，把人家骂得眼泪汪汪。你想想看，你这叫化解因果吗？你这叫拆东墙补西墙，你旧的怨结还没彻底解开呢。你这几句恶毒的话一出口，新的怨结又结上了。你以为你在修行，其实你就是在自己的因果账本上不停地画圈打叉，永远也算不清。所谓的智慧关照，
就是在你下一次又要发脾气，又要起贪念，又要说刻薄话的那个瞬间，你的心能够猛地警醒一下，你能清楚地看到，我这句话如果骂出去，我这个恶念如果收不回来，它在未来就会结成一个新的噩梦，就会变成一个新的讨债鬼来找我。真正的化解从来不只是让昨天晚上的某一个噩梦消失，而是通过这3次刻骨铭心的转变，让你这个人脱胎换骨，让你从今往后再也不会成为别人生命里的冤亲债主。这才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最彻底的拔掉业力病根的无上心法。明白了这3道转变，可能大家心里就要问了，理我都懂了，可是每天到了晚上天一黑，我要睡觉要念佛的时候，我心里还是发毛啊，我睡前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把白天这些修行的心意准确无误地传递给梦里的缘分呢？接下来我就手把手地教给你们一套睡前化愿的具体步骤，你们一定要记牢了。这第一步啊，叫做醒后3记不要瞎猜。你们要晓得，很多人早上被噩梦惊醒，第一反应是什么？是赶紧翻开手机，或者跑去问别人，哎呀，我梦见老房子了，我梦见掉牙了，这是吉还是凶啊？我告诉你们，全错了。你跑去解梦，那是在向外找答案。真正管用的做法是，你醒来以后，趁着那个记忆还在，不要去管那些乱七八糟的杂乱场景，你只在脑子里记住3样东西。记哪3样？第一，梦里头最清楚的那个人或者那个东西是什么？第二，你醒来之后留在胸口最强烈的那股情绪是什么？是害怕，是委屈，还是深深的亏欠？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去回想一下，在梦里你是不是有一个始终没有完成的动作？比如你总想开口说一句对不起，但嗓子里就像塞了团棉花，发不出声音。或者你总想把手里的一件东西还给对方，但怎么跑也追不上人家。这个道理很简单，那些怪异的画面往往是虚幻的，但那个未完成的动作往往就是准确指向你现实中那笔业债的真眼。你把这3点记在心里，这就够了，不要去瞎琢磨凶吉。紧接着我们要走第2步，白天检查现实中的对应关系。你带着早上记下来的那3样东西，白天没事的时候静下心来，拿我前面讲过的那3笔账，财务承诺、口业情感、杀生害命，去套一套，去对一对。佛法讲得很清楚，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很多老人家一做噩梦就喜欢往玄乎里想，觉得这肯定是我前生前世杀人放火了，所以我现在要还债。你们要晓得，前世的事情你看不见也摸不着，你拿前世当借口，往往就是在逃避今生的责任。你先不要管前世，你就老老实实的回想这辈子，你这辈子有没有欠谁的钱没还？有没有背地里阴过谁？有没有在家里作威作福，把老伴儿、把儿女伤得透透的？今生的账你都不敢面对，你谈什么前世？你只有在现实生活里找到了那个对应的结，你晚上的修行才有了准心，找到了准心，到了晚上，这第3步就至关重要了。睡前念佛，必须彻底改变你的发心。很多人晚上坐在床上念佛，手里掐着佛珠，心里是怎么想的？佛祖保佑，菩萨保佑，用这句佛号把那些脏东西都给我赶出去，今晚千万别来找我了。我告诉你们，你带着这种驱赶的、害怕的，甚至自私的心去念佛，你的心门就是紧紧闭着的。
这就好比你在屋里穿着防弹衣，手里拿着棍子，人家在外面砸门，这怨结怎么可能化得开？你今天晚上开始要把这个念头转过来，你坐在床头，双手合十，不用去念那些你背不过来的长篇大论，你就用最实在的大白话在心里默默地说，愿我今天念佛的所有功德全都回向给曾经被我有意无意伤害过的众生。如果我们在过去结下了旧怨，愿我今天能有一份清净心去看见它。如果我现实中还有能补救的过错，愿我能有勇气去改正。愿我们彼此都能放下，离苦得安，再也不要互相纠缠了。你想想看，当你的心念从把他们赶走变成了我愿意偿还，愿你离苦，这是一种多么大的慈悲力量。这种念头一发出来，你的心境瞬间就柔软了。冤亲债主在暗处，他感受到的是一阵清凉的风，而不是一把防备的刀。光发善念还不够，还有第4步，也是最能见真章的一步，每天在现实里去落实一件补救的行为。你梦境里的和解，如果得不到现实行为的支持，那就是在画饼充饥。如果你想起了某位被你伤害过的人，哪怕人家已经搬走了，你今天能不能在心里真诚地祝人家平安？如果你平时习惯了恶口骂人，你今天能不能强迫自己闭上嘴，不说一句伤人的话？你哪怕每天只做一件小小的好事，只忍住一次脾气，这也是在拿现实里的真金白银去填补你因果账本上的那个窟窿。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你们一听就知道这4步做下来到底有多神效。有个张阿姨，年轻的时候性格极其强势，跟婆婆斗了半辈子。婆婆在世的时候，两人在家里简直就是水火不容。后来婆婆带着满心的郁结病逝了。张阿姨到了晚年，觉得心里不安稳，开始跟着大家学念佛。结果刚念了没多久，天天夜里做一个让人窒息的噩梦，梦里没有什么牛头马面，就是一间阴暗发霉的老屋子。婆婆站在门外，死死地推着那扇破木门，张阿姨在门里面咬着牙，死死地顶着门。婆媳2个人就隔着这么一道薄薄的门板，谁也不说话，互相死死地瞪着眼，谁也不肯退让半步。梦里那种阴冷压抑、互相较劲的感觉，让张阿姨每次醒来都大汗淋漓，胸口就像压了块大石头一样，喘不过气。她起初吓得赶紧找人去烧纸钱，想着把婆婆打发走，可一点用都没有，晚上照样顶门。后来她听明白了因果的道理，开始照着这4步去做。她先是不瞎解梦了，找到了现实的对应，这就是自己跟婆婆那半辈子没化开的怨气，心门堵死了啊。于是她白天开始改变，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在街坊邻居面前数落死去的婆婆有多不好。她甚至主动把婆婆那块落满灰尘的牌位请出来，擦得干干净净，每天恭恭敬敬地上山炷香。到了晚上睡觉前，她不再害怕了，她跪在床头，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在心里说，妈，当年是我脾气犟，是我不懂事，没尽到儿媳妇的孝心，让你受委屈了。我今天念佛，把功德全都给您，我不顶门了，门我给您开着，您别生气了。就这么认认真真的做了1个多月。有一天晚上，奇迹发生了，张阿姨又梦见那间老屋子了。可是这一次屋子不再是阴暗发霉的了，有一束特别温暖的光从窗户里照了进来，那扇死死堵着的门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打开了。婆婆安安静静地坐在屋里的旧沙发上，不再瞪着眼，
张阿姨在梦里恭恭敬敬地端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递了过去，婆婆接过去喝了一口，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微笑，然后连人带屋子慢慢地消失在那片光里。从那天醒来以后，张阿姨觉得胸口那块压了多少年的大石头轰隆一下全碎了。从此以后，她再也没做过那个噩梦，连白天原本有些发闷的心脏都奇迹般的畅快了。你们看看，这就是真正的化解。那么大家怎么去判断自己的怨结？是不是也像张阿姨一样正在松动呢？我告诉你们，绝对不能只拿今晚有没有做梦来当标准。因果的化解，它是一个像冰雪融化一样的过程。真正的变化往往是从细微处开始的。比如你在梦里依然见到了那个人，但他不再发疯一样的追赶你了，你们之间的距离开始慢慢拉远了。比如那个在梦里原本没有五官或者怎么也看不清脸的影子，慢慢变得清晰了，甚至他第一次能够开口跟你说一句话了。再比如你醒来以后，那种惊慌失措的恐惧感减轻了，取而代之的是你心里生出了一股深深的歉意和对众生的慈悲。最重要的是，你在白天的生活里变了。当你再次面对曾经怨恨过的人，或者回想起当年那些不光彩的往事时，你不再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只想逃避，只想拼命为自己辩解。你能够坦然地在心里说一句，是的，那是我当年做错了，我正在改。有时候在快要化解开的时候，梦境反而会先变得极其清晰，然后再慢慢的逐渐的减少，直到最后像一阵风一样彻底散去。这个过程每个人因为牵扯的因缘深浅不同，时间也不一样，你不要去限定它需要3天还是5天，更不能因为念了2夜佛，梦还没有彻底消失，就又开始怀疑佛号，怀疑因果。当你在梦里看着那个一直追赶你纠缠你的人终于停下脚步转身离去的时候，你们要晓得，改变的绝对不仅仅只是一个虚幻的梦境，在这个梦境的背后，是你自己那颗原本坚硬浑浊的心终于被彻底洗干净了，是一段纠缠了你们许久，甚至延续了多生多世的痛苦因缘，终于在你的慈悲和智慧面前被彻底解开了，明白了这套睡前化愿的次第，也就是拿到了真正管用的钥匙。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念佛后噩梦变多这件事，这究竟是一场无妄之灾，还是老天爷给你的一次最大的恩赐呢？我告诉你们，这绝对是老天爷，也是你自己的清净心给你的一场大恩赐。你想想看，如果没有念佛时生出的这股清明之气，那些你欠下的烂账就会一直像毒瘤一样沉在你心底最黑的地方。等你哪天老得下不了床了，或者临命终时阳气衰败了，他们再一股脑地冲出来，到那个时候你连还债的机会都没有了。现在他们借着梦境提前出来，就是要趁你还有精力还有清醒头脑的时候，给你一个解开死结的机会。好了，今天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有些老人家年纪大了，记性不太好，没关系，我最后再给你们啰嗦一遍，你们千万要刻在脑子里。遇到反复的怪梦，有3件事打死也别做。第一，别因为害怕就立刻停下念佛，这是把灰尘重新扫进床底下，自欺人，逃不掉的。第二，别一天到晚到处找人算命解梦，那是拿自己的心识去喂养恐惧，你越怕，那梦就越凶。第三，也是最要命的，
千万别花钱找人画符做法，把冤亲债主当仇人一样去驱赶镇压。你欠了债还打人，这叫结下不共戴天的死仇，以后反噬起来能要命。那遇到了真正的讨债梦，到底该怎么自救？这几步你们一定要照着做。早上一醒来，先别瞎猜吉凶，记住梦里最强烈的情绪和没做完的动作。白天静下心去对照自己的现实生活，把你那3笔烂账、财务承诺、口业情感、杀生害命老老实实的找出来。晚上睡觉前绝对不能用赶走对方的心去念佛，要发慈悲心，把念佛的功德真心实意地回向给人家，在心里说一声真诚的对不起，求个解怨释结。最要紧的，从今天起每天在现实里管住自己，那张伤人的嘴做一件实打实的善事去弥补。你们要晓得，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学问里，什么是真正的好风水？不是你家大门朝哪边开，也不是你屋里摆个什么转运石最好的风水，其实就是你自己的这颗人心。真正的改命就是改你的念头，改你的行为，改你种下的因。你把心里的恶念化解了，外面哪还有什么解不开的冤亲债主？这不仅是在度人家，更是真真切切的在度你自己啊！一个人修行修到最后，不是为了跑去跟别人炫耀你念经有多灵验，感应有多神奇，而是要让那些曾经因为你受过苦的众生心里能少一份怨气，让现在天天陪在你身边的亲人老伴少受一次你的脾气伤害，更是为了让未来的你自己不用再糊里糊涂地走回同一场痛苦的因果里去。这个道理很简单，但现实中有太多太多的人还在迷雾里打转，还在因为一个梦把自己吓得寝食难安。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的这些大白话对你有帮助，让你心里透亮了，不再害怕了，请你动动手指点个赞，关注一下我。更重要的是，把这篇内容转发给你的亲戚朋友，转发到你的家人群里。你不要以为这只是凑个热闹，我告诉你们，这就是在积大阴德。你今天这一句善意的提醒，可能就让一个因为噩梦害怕的准备退心的人重新找回了念佛的定力，可能就让对方少走了一条弯路，少造了一次新业，甚至化解掉了一场原本要爆发的家运危机。你做这个动作，就是在救人一命，护人一运，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份无量的功德，最终都会全心全意地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的子孙身上。最后，大家一定要记住，文字是有力量的，人的念头是有巨大能量的，千万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形成的那个纯净的能量场，威力不可思议。我想请大家现在都在评论区里留下一句善言，你可以写愿我真心忏悔，化开旧怨，或者写愿历世有缘，众生离苦得安，与我解怨释结。你今天在这里写下的每一个字，在心里发出的这一个善念，都会变成护佑你们家宅平安，诸事逢凶化吉的最强护身符。当人的心真正变了，梦境才算圆满完成了他的使命。